当时这两个角色是怎么打动你们的？你觉得角色最吸引你们的地方在哪里？对于我而言，我就是那个前期被大家说我演冤种演太多了，对，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也尝试一下甜甜的剧，有个甜甜的恋爱嘛。因为我也没有演过现偶，然后谭老师也没有演过现偶，是不是？是吧？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演现偶，然后其实生生跟我饰演的其他角色还挺不一样，因为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很软萌的一个小女孩，但同时她有她自己的一些梦想、一些追求，所以就想试一试不一样的感觉。你觉得生生贴近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吗？生生比我更软萌、更可爱。你笑什么？他经常说那个生生跟他差距还挺大的。对，就是生生确实会更容易害羞一些，更腼腆一些。那小野我觉得就是比较豪放吗？比较直朴一些，比较直接一些。这是你们二位参加综艺玩的影视首次搭档，看过一些路透和花絮，很有氛围感，很养眼。请问二位的默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上来就很有默契，因为就是你刚刚说我们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很熟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剧组的时候，两个人就是会很容易交流和沟通，没有那个一上来的那个陌生感，就很快。对，从节目出来，两位是不是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对。小野觉得和谭老师拍戏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就是怎么感觉他在对你施压呢？就是因为在综艺里嘛，因为是一个比较生活的，然后比较轻松的综艺，但其实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是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争执或者就类似这样的事。但是拍戏的话，我就记得在阳朔拍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后面那么熟，虽然我们之前也认识，只是相对于我脸，你说真熟，别说这么熟，就是熟，但是也不是很熟，是不是？是，我单纯是觉得熟。然后这段还能过吗？然后他拍起戏来就真的是很认真、很严肃，然后跟综艺里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就是在现场跟他嘻嘻哈哈什么的。当他进入他的自己的一个固定领域，他就会对待事情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尤其是在阳朔的时候。但是说到这个，有一个特别巧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认识是在那个节目里，但是那个节目当时就是在阳朔录，然后在阳朔，然后我们那个节目还是在做饭，两个人一起做饭。然后但阳朔之后我们又再没有见过，虽然有保持联系，但没有再见过。然后再一次见面又是在阳朔，对，然后又是因为一个做饭的戏，而且做的还都是啤酒鱼，我学的就是啤酒鱼，对，很有意思。这次再回阳朔，两位厨艺有长进吗？他有，我没有。我其实也有一点了，我做饭可好吃了。我做饭就是 OK 的，但是莫清晨他不是厨神啊，我怎么能跟厨神比呢？用一道菜来形容顾生剧中的菜，那我觉得是腌都鲜吧。你跟我刚刚回答的一模一样哎，所以应该一起回答。不是，是我在上个采访里也是说生生是腌都鲜，腌都鲜就是很鲜嘛，很鲜，对，然后需要掌握火候，然后它里面有很讲究食材，就是我觉得对顾生对于莫清晨而言，一个是水到渠成，一个是这个每一个点，实际上每一个点每一个性格都刚好就是击中了莫清晨所有的软肋，我觉得啊。谭老师在拍摄过程中，哪场戏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刻，或者演的过程最过瘾？跟生生的戏其实有很多很印象深刻的戏。我们在阳朔，在湖边钓鱼，然后在千岛湖，夕阳非常非常美，那都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在南京的气候，南京的那些胡同小道，我们在胡同小道里骑车，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历历在目，非常的，就是让人都是会很怀念那个当时的那个时光的。那对于莫清晨而言，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莫清晨退圈的那场戏，那场戏是我完全把自己给带入了，因为当时真的有一个场馆，有一个舞台，然后底下有很多观众，然后我在那个台上最后一场演出退圈，然后我转过身来，我印象特别深，我张嘴唱歌那一刻我就已经绷不住了，就是觉得
带入到谭健次，如果真的要是那，圈吗？就是那个环境会怎么样，会什么心态，然后就痛哭流涕，就那种感觉。对，可以详细说下为什么那场戏谭老师很严肃吗？就很严肃，因为是拍很重要的戏，因为是大结局那天的戏嘛，他就很严肃。就到第2天还想着那场戏。谭老师严肃的时候会和你说话吗？就是不说话。对，因为他帮我搭戏的时候都是用了真情实感，虽然说镜头根本就看不到他，但是我看得见他。很严肃。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戏是我们在阳朔的湖边钓鱼，然后喝油茶那场戏，因为我记得那天的景色真的太美了，就是那个山，然后还有那个夕阳，记不记得？对。然后当时那个，反正我当下的感受，我觉得很梦幻，那场戏记忆很深刻。其实我们这部戏就是把现实生活中情侣之间能干的事儿我们都干了。看日落也有，其实看日出也有。我们半夜2、3点爬起来去，坐在船上看日出，看星星。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从看星星一直拍到看日出，因为晚上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晚上，还是有很多星星。然后等到拍日出的时候，赶紧拍看日出的戏，一切都是就是很美好，照着现实了。对。作为演员的你们，在拍特别浪漫的场景时，是会享受当下的氛围，还是会提醒自己注意机位和走位？我觉得两者都有，对，不能光自己自嗨，对吧？你得你得照顾着。一起来安利，那就一人说一句啊，很想你。我觉得是一部很温暖、很治愈、很美、很甜、很温馨、很多美食的一部戏。然后希望上线的时候也能够治愈到每一个观众吧，也能够温暖到每一个观众。杨老师的采访都很有深度和内容，粉丝也爱看，甚至有很多采访粉。是怎么做到成为一个又有趣还要深度的人呢？深度不敢当，真的不敢当。我觉得我也在学习中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我出道年头也有关系，对吧？就是毕竟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对，多少年了？不敢数啊，就是这么多年了，说话的条理可能还是有的吧，就是也面对过那么多次镜头。面对观众的肯定时是怎样的心态？我觉得有一点压力，对，这个压力来源于就是大家可能对我的期待和期望会越来越高，那我就也不想让给大家失望。网友都觉得小野演流浪恶女很带感，以后会再次尝试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没问题。未来有小挑战的角色类型吗？就是想演一些科幻或者悬疑之类的片子吧。因为没有尝试过。接下来我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首先他们聊到了一个词叫自嗨 self entertainment， 还有一个词呢叫冤种。冤种这个词呢指的是影视剧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呢遭受过一些创伤，或者是有一些不幸的经历呢，他可能对这个社会有一些不满，或者是甚至会采取一些报复的行为。所以有很多英文单词可以表示冤种这个词，比如说vengeful， 或者是 resentment，或者是 sense of grievance，这些呢都可以表示冤种这个词。然后谭健次说：“你这是啪啪打我脸啊！”直译过来就是用手掌去扇某一个人的脸。这句话呢指的是一个人公开反对另外一个人的观点，甚至是羞辱另外一方。可以根据这个说话人的语气来判定这句话的严重程度。那么谭健次呢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所以这句话更多的是一种调侃的方式呢来说另外一个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You are metaphorically slapping me in the face。 还有一个词叫水到渠成。水到渠成这个成语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 When the water comes, the channel is full。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发展的非常的自然，当一定的条件达成之后，相应的结果就会呈现出来。所以在英文里面呢有很多词都可以表达这样的意思，比如说 everything falls into the place， 或者是 things will work out naturally。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没有太多难以理解的地方，感谢大家的收看。